2025年3月11日，华为成都研究所突遭封楼审查，数十名员工工号瞬间消失，管理层连夜被清退。这场针对违规招聘的雷霆行动，不仅曝光了一条横跨4年的替考、泄题、卖岗产业链，更揭开大厂光鲜外表下的腐败脓疮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我是主播李幸福。今天的视频，我来为大家深度解读这场华为清理 OD 风暴是刮骨疗毒，还是资本游戏的又一场表演。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据相关媒体报道，3月10号下午，华为在内部员工社区平台发布了一则6500字的通告，指出72名华为正式员工以及19名 OD 员工及外包派遣，在招聘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，多人通过出卖公司信息资产获利。新闻报道里还有这样一段话。相关人士透露，早在2024年年中，就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举报称，部分华为 HR、内部员工和某 IT 社区博主、外部培训机构组成了一个替考产业链，花钱就能进华为 OD 岗。可不敢胡说，可不敢胡说。其实对于国内很多大公司来说，有一些岗位让他们非常头疼。这种岗位通常带有这样的特点：新人难以直接上手，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训，但员工流动率又超级高。比如平台公司的客服岗，比如一些大互联网公司的审核岗，还比如一些电视台的剪辑岗，甚至是程序员。这些岗位新人无法直接上手，需要时间不短的培训，少则几周，多则几个月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而且这些岗位还有点类似现代社会的电子流水线，内容重复又没有很高的成长性，因此流失率特别高。就拿客服来说吧，全球所有公司的客服年流失率基本都在1/3以上，基本一直处于招人、培训、流失的循环中。于是很多大公司的这些需求被一些培训机构发掘，这些培训机构拍胸脯承诺解决方案。大公司把培训资料、案例库、招聘标准都交给培训机构，培训机构开补习班，批量性培训人才。换句话说，培训机构专门培训这些学员怎么进这些大公司当程序员。什么？担心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，担心学员达不到标准。没关系，培训机构只负责培训，最后面试还是大公司拍板决定，招不招这些候选人还是由大公司说了算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把培训这个过程转移到了入职前，还大大缩短了员工适应的时间，这样进来的员工稳定性也会高很多，简直是把招聘效率提高了一大截。而且这种模式对求职者来说也有极大的吸引力。靠什么吸引？就靠这块大公司的招牌。你想不想进华为？想不想进联想？想不想进湖南卫视？很想是吧？那就来参加培训班吧。培训班得到了官方授权，培训资料、案例库、招聘标准全都是企业真题，来培训班上课就能大大提高录取概率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吸引力？没错，你可能意识到了，这种模式下，培训班甚至是有可能两头收钱的，既向企业收代理费，又向求职者收培训费。一句话总结一下，这种模式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培训机构，用很多人希望进入大厂的心态作为吸引力，把大厂的员工培训工作外包了。这种模式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制度创新，因为它让三方参与者实现了3赢。对培训机构来说，他们获得了收入。对于企业来说，他们降低了培训成本，也缩短了员工入职后适应的时间。对于求职者来说，他们等于是花了一笔钱，获得了进入梦寐以求大公司的技能与机会。它和考研培训、考公培训这样的培训机构没有本质区别。但是有市场就会有竞争，不同培训机构之间为了抢夺求职者，也会展开激烈的竞争。你想，求职者花钱去学习是希望什么？一定是希望确定性的获得工作吧？那你能不能给我个承诺，承诺面试包过，不过退款呢？
于是一定会有一些培训机构开始承诺面试包过，只要他们这样承诺，招生就会比竞争对手顺利很多很多。然而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事情是100%的？给了承诺，但面试权在企业手中，于是培训机构就和企业的 HR 部门开始了直接利益输送，我给你钱，你保证我的人进去。至于有些岗位要考试怎么办？那就找公司的正式员工来直接替考，反正只要钱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其实这种模式、这种现象在如今国内的很多大企业里广泛存在，无非是程度的区别，以及有没有被发现的区别，是一个不小的灰色地带。不过这次华为的处理非常坚决。据新闻报道，在非雇员人员选择业务中安排多人替考作弊，向多名候选人透露服务能力考察题目，出卖公司信息资产获取不当利益等，涉及36名违规当事人，其中13人被除名，退回全部违规获利所得，按规定赔偿公司损失等，10人有主动申报情节或情节较严重的，予以辞退，另有13人被劝退，个人职级降3等。此外，26名相关管理责任人作为直接或间接管理者，被处以个人职级降6等，冻结个人职级晋升、涨薪、干部向上任命，冻结7、6至12个月不等。若下属违规偶发，则仅通报批评。ICT 产品与解决方案部门是此次被通报处罚的重灾区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这场反腐风暴揭开了国内科技大厂腐败的冰山一角。替考天团明码标价保过鸡市，中层管理者收取2万元内推费，入职后每月再收3000元。网友对此评价：卖官鬻爵现代版。华为存储业务过去3年营收增长超800%，团队规模膨胀10倍，但人才储备严重不足。为了填补人才缺口， OD 外包派遣模式被推向极致，入职满1年即可转正，吸引了大量求职者涌入，但现实却是高难度算法考试通过率不足30%，这就催生了替考需求。华为的 HR 公然出售 OD 直通名额，标价1.5万元起，技术面试官泄露题库，形成年交易额超1000万元的灰色市场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华为自2021年推行的 OD 外包本为缓解研发压力，却因转正诱惑催生腐败。成都存储项目暴露管理漏洞， OD 员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，但晋升机制模糊，滋生花钱买岗乱象。某华为员工坦言，能力不如关系的潜规则蔓延，技术社区博主与培训机构勾结，形成付费保过产业链，摧毁公平竞争根基。而国内其他的互联网大厂，例如腾讯2024年查处100余起舞弊案，21人被移送司法；字节跳动全年辞退353人，39人面临刑事指控。互联网巨头的反腐已从个案处理升级为系统性剿灭。操！这场华为 OD 风暴让我们看到大厂扩张背后的陷阱，失控的人力成本，失衡的激励机制，失效的监管体系，正悄然吞噬利润。正如任正非所说，能阻挡华为前进的只有内部腐败。这次反腐是刮骨疗毒的壮举，还是资本游戏的遮羞布？大厂的公平底线还能守住多久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怎么看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改革春风吹